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喺美國當地時間11月29號，一位我哋中國嘅老朋友，中美關係以至到世界局勢安穩嘅最大推手基辛格先生，就喺佢屋企裏邊安詳咁樣離開呢個世界。喺呢度，本台新潮文致以深切哀悼。現在中國嘅新聞網同埋全中國嘅社交平台都一齊悼念緊呢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喺任內促成首位美國總統訪華，促成兩國嘅建交，一直以嚟致力維護兩國嘅和平關係同埋呢個世界嘅秩序。基辛格喺任內有無數嘅貢獻，今日就會陪大家一一細數呢位智慧老人基辛格先生佢嘅生平，佢點樣喺二戰之後成為呢個世界權力格局佢最大影響嘅人物之一。佢喺佢離任之後冇公職之後有咩經典嘅著作啦？大家可以亦都嚟到去拜讀一下。仲有就係喺佢100歲嘅高齡離開呢個世界之前，佢有幸圓滿佢嘅人生，成就咗第100次嘅訪華，亦都得到我哋嘅熱情招待。喺呢個招待嘅過程，體驗咗我哋中國嘅待客之道，每一個細節都有對呢個世界嘅局勢同埋對基辛格同埋前總統嘅尼克遜嘅功業嘅一啲懷念嘅細節喺裏邊，亦都會一一為大家嚟到去細數。最後亦都會為大家講關於基辛格一生嘅功過同埋唔同嘅爭議性嘅批評聲音，我哋點樣可以嚟一個最客觀同埋最完善嘅總結呢？因為喺呢個中美鬥爭嘅局勢底下呢，佢一定係效忠於美國嘅利益，企喺美國嗰邊嘅。但係點解依然仍然被中國視為最重要嘅老朋友，視為上賓？喺節目嘅總結亦都會為大家嚟到解釋咩叫君子之交，無論係友好關係或者競爭關係呢，都體驗得到喺呢位老先生對國家嘅建議同埋佢嘅做法上邊。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美國11月29號當地時間，一位智慧老人，中美關係最大嘅推手基辛格先生呢，就安詳咁以100歲嘅高齡離開咗呢個世界。佢屋企就位於美國嘅 Connecticut。基辛格有個諮詢公司，諮詢公司亦都發出咗關於回顧佢一生嘅悼文。呢個悼文裏邊呢，有11處呢係提到中國，可見喺基辛格先生過去嘅人生幾十年嚟最大嘅功業呢，都係同中國有關，而呢個亦都係事實。今日就會為大家講一講最近嘅世界局勢，喺佢走之前，佢最後留低啲咩說話，佢有咩智慧嘅預料，係分毫不差咁預測到而家嘅情況，然之後先會陪大家呢嚟到回顧過去佢嘅功業，佢嘅一生。話說喺美國亦都有公職在身嘅我哋嘅外長王毅先生呢，佢而家呢就身在紐約，跟住呢就會轉去另一個地方，亦都進行外訪嘅工作，都係開啲國際會議。據聞喺基辛格先生離開前一日佢係見過王毅先生嘅。咁到底基辛格佢嘅離開佢係含住悲痛嘅心情嘅離去定係喺佢走之前佢都睇到一啲令佢老懷安慰嘅局面而走嘅呢？就陪大家一一嚟到去分析一下啦。嗱，話說今年最大嘅事情呢，就係喺基辛格，我哋中國同佢賀壽，而喺呢個100歲嘅高齡呢，亦都安排咗基辛格第100次嘅訪華，係雙重嘅100，就喺今年嘅7月
回想7月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日子，因為就喺52年前1971年嘅時候，基辛格就被安排秘密嚟到去出訪中國。點解係秘密出訪中國呢？背後大有原因，因為就要出訪中國嚟到去促成之後第2年嘅尼克遜訪華。咁一陣間呢，講到基辛格先生嘅生平呢，就會講背後美國當其時70年代所面對嘅內憂同埋外患，喺戰略上面呢，點解會有咁樣嘅安排？喺今年講翻今年，就喺老先生生日嘅時候呢，美國嘅謝鋒唔會喺正日同佢賀壽嘅，因為佢嘅正日呢，有佢屋企人同佢賀壽。就喺5月31號，駐美嘅大使謝鋒就喺紐約同基辛格先生就喺呢個總領事館上面呢，就賀壽啦。然之後亦都等7月嘅時候佢嚟訪華嘅時候呢，再用翻我哋中國嘅國體嚟到去同佢賀壽。如今呢，第一個發悼文嘅呢，就係除咗基辛格自己嘅諮詢公司之外，駐美嘅大使謝鋒亦都喺社交平台度致哀，銘記老先生一直以嚟嘅功業。謝鋒表示到佢聽到呢個消息係感受到震驚同埋悲痛，如今呢，就同我哋新潮文嘅感受亦都非常之一樣。過去1年呢，基辛格先生呢，可以講得係憂國憂民，因為美國呢，就彷彿喺佢眼中踏上咗一條不歸路。呢條不歸路呢，就係盲目咁嚟到敵對中國，呢個係佢唔希望見到嘅。因為基辛格先生係個現實主義、戰略主義嘅人，佢知道呢條咁嘅戰略主義呢，係一定令到美國走上不歸路。基辛格先生喺5月嗰陣時候曾經講過，現在呢，中國同埋美國看似就係要破裂嘅關係，勸喻美國當家嘅政府一定要冷靜進行外交。咁我相信呢，處理外交事務嘅布林肯呢，佢都真係好想冷靜進行外交，不斷咁尋求同中國對話，亦都尋求同各個敵對嘅國家嚟到對話，亦都出訪中東，希望發揮美國嘅影響力等等。可惜美國嘅主戰一派呢，就往往拖佢後腿，令到事情不斷惡化。基辛格先生喺賀壽嘅嗰個月，即係5月嘅時候，亦都希望見到中美嘅關係呢能夠正常化。喺佢嘅生日會上面，佢都有咁樣表示到。而5月尾，佢亦都喺佢正日嗰陣時候呢，外媒同佢進行訪問嗰陣時候，佢亦都喺正日度對住美國嘅媒體講到，美國唔好再誤會中國有咁嘅雄心去想統治世界，中國無非都係想求安穩嘅啫。再係咁樣誤判嘅時候呢，盲目咁敵視中國，就只會令到什麼？就只會令到美國越嚟越將局面，將呢個世界佢講到呢個世界嘅局面就推向一個不歸路。喺6月嘅時候，基辛格先生亦都講得更加清楚，佢話現在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呢，彷彿就好似懸崖邊上面，喺個懸崖邊上面呢，輕輕一碰隨時一落千丈，冇得翻轉頭。呢個情況係必須要改變。佢形容到促成呢個現象同埋呢個局勢係邊個？始作俑者就係美國自己。美國過分注重於美國本國嘅利益，而忽視呢個世界嘅利益，遲早呢就會被孤立。果然喺6月講過啲咁嘅情況呢，之後幾個月出現啲咩情況啊？出現喺聯合國又好，金磚國家都好，一帶一路峰會都好，都係100幾十個國家一齊支持中國嘅動議，而越嚟越遠美國而去。即係基辛格先生呢，佢係完全睇通睇透對局勢。喺7月嗰陣時候，基辛格先生成就佢人生第100次嘅訪華，圓滿佢功業嘅一生。基辛格先生剛剛離開呢個世界呢嘅時候，發生咗啲咩？發生咗唔單止俄佬同埋烏仔嘅戰事。話說喺去年俄佬烏仔嘅戰事，基辛格先生已經預兆得到，就係能夠喺呢件事上面勸和促談，最大嘅影響力呢，就係中國。佢完全睇得到主戰嘅北約同埋主戰嘅美國呢，係唔會收手。咁但係大家可能呢講到呢度，我亦都要講一講我後邊總結嗰陣時候講嘅嘢。預先呢少少劇透俾大家聽。基辛格自己如果大家有睇過佢生平嘅話呢，佢都係曾經效力過北約、效力過美國情報部，呢啲都係主戰嘅部門。而佢喺中美嘅鬥爭裏邊，佢亦都唔忌諱咁樣講得清清楚楚，佢係美國人，所以佢會效力美國嘅利益。咁點樣佢係可以喺中美嘅關係裏邊做呢個善良嘅角色呢？咁係咪有角色嘅衝突呢？其實唔係，因為基辛格眼中呢，就係呢個世界應該有中美嘅
國家，兩國咧有自己嘅發展，世界容得下中美。其實佢同我哋中國所諗嘅不謀而合，就係美國有美國嘅發展，中國有中國嘅發展，大家其實可以有和平共處之道，唔需要搞敵視，競爭係可以，但係唔需要去到呢個戰事嘅邊緣，因為咧基辛格個人咧係好唔中意發動戰事嘅，呢個不但只係童年經歷有關，亦都係同佢主張外交政策談判嘅呢啲原則咧，即係開軍事啊，海陸空三軍咧係同佢原則係有違背嘅。身為一個智慧嘅人，佢就知道就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下則出兵。所以喺佢臨走之前，亦都爆發咗呢個巴以之事。佢亦都係講到喺巴以嘅問題上邊咧，中國係有佢最大嘅力量，能夠勸和促談嘅。咁呢個就係佢離開之前咧，佢面對世界局勢佢嘅感想同埋批評啦。咁唔知喺佢走之前見到習拜再會嘅時候，佢會唔會咧覺得個心安定一啲？起碼美國係釋出善意喺三藩市，願意同習主席用退讓嘅形式嚟到換取更多嘅呢個局勢嘅穩定咧。唔知佢有冇安心啲咧？我哋只知道基辛格先生點樣形容習拜會咧？佢嘅講法就係，其實美國嘅總統拜登應該一上台就講得清清楚楚。如今呢個世界，中美兩國唔係淨係中美兩國嘅鬥爭咁簡單，中美兩國係關係到呢個世界人類嘅興衰。嗱，呢句說話咧，唔係佢臨離開呢個世界之前講得好誇張。中美關係到人類嘅興衰呢樣嘢，佢講咗幾年噶啦，佢非常之清晰。佢覺得拜登應該一上台嘅時候就講得好清楚，就係如今中美兩國都有能力去將人類嘅前途去毀咗，應該坐低就傾得清清楚楚，如何避免人類嘅未來受到破壞。佢講得好直白，亦都好清楚。咁不論現在嘅局勢，基辛格先生係點樣睇？佢到底持呢個樂觀態度定係悲觀嘅態度咧？佢到底走得是否安詳？佢有冇見到未來有一絲嘅希望咧？呢樣嘢就真係可能呢位智慧老人佢自己先知啦。但係我哋能夠慶幸嘅就係代表住基辛格先生一生嘅功業，就係中美關係呢樣嘢，訪華呢樣嘢咧，能夠喺佢離開呢個世界之前，能夠有最後一次成就第100次嘅訪華，亦都得到我哋中國最上賓嘅招待，而且能夠同我哋嘅外事辦主任兼外長王毅先生嚟到去見面道別。相信呢個咧已經係一個相當有份量嘅一生回顧同埋對呢個世界嘅話別㗎啦。現在全中國嘅網民對時事、對政治關心、對外交、中國大國競爭、我哋中國成敗興衰關心嘅子民們，我哋中國官方嘅層面，每一個部門、外交甚至社交平台上面，亦都講咗好多說話嚟到去悼念呢一位前輩老先生。基辛格先生佢係推動中美關係正常發展，即係等於呢個世界正常發展嘅最大推手之一，象徵住一個時代嘅落幕。佢係唔係淨係中美關係嘅推動者，係歷史嘅推動者。佢見證咗中美嘅關係50年嚟嘅一切起起伏伏，呢個世界又少咗一個有呢個高度嘅眼光。由中國一窮二白嗰陣時候就睇通睇透，中國將會成為影響呢個世界最大嘅影響力嘅國家之一。喺中國70年代就有咁樣嘅遠見，咁樣預兆得到一個咁有眼光嘅老人家，呢個世界已經買少見少。大家都祝賀基辛格先生一路走好，呢個亦都係新潮文嘅心願。祝賀基辛格先生一路走好。喺我哋呢啲年輕做時事評論工作、研究世界局勢工作嘅後輩們咧，佢嘅著作同埋佢嘅一切言論都對我哋有無窮無盡嘅啟發。可以講得係喺我哋有咁嘅時事分析同埋評論嘅思維裏邊，基辛格先生係數一數二最大，俾到我哋啟發嘅前輩嚟嘅。所以我哋嘅感受係非常之深。當年點解喺1971年基辛格佢係會秘密嚟到訪華？點解係一個秘密呢？呢樣嘢就大家睇新聞資料應該睇到好多。我亦都會從呢個情報界美國當其時經歷嘅內鬥嘅角度咧，亦都為大家解釋多一重。嗱，話說1971年7月，基辛格訪華係秘密。當其時咧，佢係走咗幾個地方：越南、泰國、
印尼、巴基斯坦，佢仲要喺巴基斯坦嗰度咧嚟到去詐病肚痛，嚟到去拖延時間之後咧，先至再轉折咁去到北京。點解會係有咁樣嘅一行呢？佢叫呢個行動啊，稱為波羅1號行動。有行動代號名嘅意思呢，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外交嘅工作，甚至係情報嘅工作。所謂嘅越南、泰國、印尼同埋巴基斯坦嘅轉折呢，唔係要嚟包裝鋪墊。新聞資料會話俾大家聽呢，係要嚟咧包裝鋪墊。其實唔係，其實喺越南、泰國、印尼、巴基斯坦呢啲地方，當其時咧都有佢嘅政局同埋美國輸出嘅戰略，佢亦都要喺嗰度進行咧考察。佢喺巴基斯坦嗰48個小時咧，話詐病肚痛嚟去拖延，希望咧令到美國嗰邊唔好對佢一行咧咁敏感。呢個亦都只不過係表面嘅一個說法。巴基斯坦咧有其戰略嘅中東戰略、南亞戰略嘅考慮喺裏邊。咁當然之後佢就去咗北京啦。去到北京嘅時候，基辛格係受到非常之高級別嘅接待，除咗當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啊，特登去到北京機場接機，而甚至高佢3級嘅國家總理周恩來咧，亦都同基辛格嘅代表團一齊嚟到會面，雙方傾咗兩場夾埋就10幾個鐘頭。當其時基辛格發揮佢談判嘅藝術，喺佢之後嘅著作咧，亦都講到佢之後嘅著作裏面曾經講到，就係佢點樣發揮談判嘅藝術嚟到喺中美嘅建交關係裏邊咧，既競爭，既能夠保持到美國嘅利益，又能夠同中國建交，同時達到咧當其時對蘇聯嘅戰略呢一個效果。當其時大家應該亦都知道，喺1969年中國同埋蘇聯咧就喺邊境嘅問題上邊咧有摩擦有不和，而美國同蘇聯咧亦都係頭號嘅敵對關係，所以喺呢個遠交近攻嘅策略嚟到講咧，美國覺得應該提出要同中國嚟到去打好關係。喺1969年咧，尼克遜總統就上任。當其時嘅尼克遜總統69年上任嘅時候，喺佢上任嘅時候，基辛格就已經同佢講，當其時基辛格係身為呢個國家安全嘅顧問。嗱，佢嗰陣時候咧仲未係美國嘅國務卿。咁國家安全顧問要做啲咩啊？做情報同埋對外戰略嘅工作，即係同而家嗰個白宮嗰個安全顧問沙利文咧，其實係差唔多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國家安全工作咧，淨係管美國國家安全裏邊，亦都管埋咧呢個世界嘅對外戰略，因為世界對外戰略亦都關係到美國嘅利益噶嘛，所以亦都係美國國家安全嘅範圍之一嚟嘅。就喺尼克遜69年上任嘅時候，佢已經不停咁同尼克遜嚟到進諫，講過中國嘅關係係有其必要，因為咧乘住中蘇之間嘅不和可以進行遠交近攻，如此一來咧就能夠削弱蘇聯嘅影響力，能夠美國同埋中國兩邊咧都一齊對佢施加進行造成壓力。咁但係嗰陣時候點解要避防呢？因為喺70年代咧，美國仲有啲好智慧同埋眼光都低嘅普羅大眾，佢哋係煽動緊民粹，佢哋係70年代、70年代係被煽動咗民粹。但凡係同一切同共產有關同埋同蘇聯有關嘅象徵嘅事物咧，佢哋都恨之入骨。呢啲係冇智慧、冇戰略思維嘅民粹，純粹係一種原始嘅排外嘅呢啲心理。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民粹底下要鋪墊同中國嚟到去出訪嚟到打好關係呢樣嘢，一定過唔到國會嘅。所以就係秘密訪華，秘密嚟到去鋪墊。當其時嘅情況咧，基辛格喺佢之後有個著作叫做《論中國》On China 呢本書，成為咗美國日後至到今時今日任何咧同中國對外政策同埋戰略有關嘅政客咧，你要入行你必須要讀呢本嘢嘅必讀嘅著作之一。喺《論中國》裏邊，基辛格講到，既然過唔到國會民粹嗰關嘅話，就只能夠秘密咁嚟到進行，就需要迂迴地嚟到進行，要扭盡六壬，令到美國嘅媒體咧淡化咗佢去北京嘅意圖，咁樣先至得㗎。如果唔係咧，就會國內有好多反對嘅聲音，隨時連1972年尼克遜訪華呢樣嘢都做唔到。咁回想當日基辛格訪華，受到我哋中國嘅熱情招待，但係我哋中國咧，亦都有我哋中國嘅談判藝術噶咯，就係有朋自遠方來。當其時中國亦都樂於有美國結交呢個盟友嚟到對抗蘇聯，所以招呼咧
係非常之高規格，以高級過佢嘅周恩來總理咧嚟到去接待佢啊。但係咧喺談判嘅過程咧，中國卻唔急於同美國達成任何協議同埋合作，變咗10幾個鐘頭咧，都好似泥牛入海咁。基辛格覺得中國嘅態度非常之瀟灑，好似好唔在乎咁樣，令到反而佢咧都開始緊張。其實以嗰陣時候嘅局勢，中國梗係想同美國結交啦，因為有蘇聯呢個大敵啊嘛。但係中國咧一定唔可以俾你美國咧就食住上嘅，唔可以俾你美國獅子開大口。中國一定要擺自己嘅姿態。所以咧呢啲就係外交同埋談判嘅博弈藝術啦。終於能夠促使到喺1972年尼克遜訪華，就達成咗上海公報。本來咧同中國談判呢樣嘢咧，當其時仲有一樣美國揸住嘅籌碼，就係關於台省嘅問題。美國嗰陣時候咧喺基辛格訪華嘅時候，當然基辛格係一定爭取住美國最大嘅利益，即係話喺嚟緊嘅未來，如果要藉住台省嚟到作為一個籌碼嚟到去克制嚟到影響中國嘅話咧，呢個亦都係美國嘅呢個牌路之一嚟嘅。咁但係喺1972年尼克遜訪華，大家知道啦，就係簽咗乜嘢啊？上海公報，由一中原則對台省嗰邊未有定案咧，到之後切切實實咁樣清清楚楚咁講到，基辛格亦都喺及後清楚咁講到，千祈唔可以喐台省。上海公報咧就係要奉行基本原則，就係一中原則，呢個係中國同埋美國關係嘅基本嚟嘅，呢個係唔能夠動搖嘅一個法案。之所以係咁，大家見到之後嘅日子，去到我哋今時今日，點解中美關係搞到如此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亦都係因為美國藉住台省嘅問題嚟到不斷咁踩中國嘅紅線，呢樣嘢咧係令到我哋唔會退讓嘅。所以呢個紅線唔掂得，其實早喺70年代基辛格先生佢已經好清楚，因為佢係曾經代表住美國嘅國安同埋情報部門對外嘅戰略，曾經想用呢張牌咧嚟到去睇下同中國咧傾到啲咩翻嚟，但係咧都係唔得嘅。佢就知道由72年促成尼克遜訪華，佢就知道呢張牌唔用得。咁終於尼克遜訪華咧，唔單止令到中國同埋美國嘅關係破冰，亦都促成咗呢個世界歷史上面嘅什麼乒乓球外交啊嘛。當其時毛主席同埋周恩來總理一齊嚟到接見尼克遜總統同埋基辛格。嗰陣時候基辛格咧仲未係國務卿嘅。咁當然之後佢翻去國家，喺73年咧佢就被提拔成為呢個國務卿，而同時佢係兼任國家安全顧問兼國務卿，係兩者嘅身份之一。即係簡單講咧，即係而家嘅呢個沙利文同布林肯兩個職位咧，當其時佢係集於一身嘅。咁樣其實集於一身咪好咯，咁咪唔使拗咯，拗到咧沙利文同埋布林肯都要爭表現，兩個都唔妥大家，一個就係主戰，一個就係 diplomacy。你睇下搞到拜登幾亂。可能拜登嘅頭痛咧，都係因為佢哋兩個爭風呷醋而嚟嘅。我都係講下笑嘅啫，等大家輕鬆一回。但係咧，雖然講笑係咁講，但係喺及後嘅基辛格佢嘅言論啦，佢嘅著作，佢同大學嘅學生度教書，佢都講得好清楚，就係呢個世界政治、外交同埋情報咧，呢幾樣嘢係一定要同時間嚟到去進行，要有一致，千祈唔可以獨立咁嚟經營。我哋再睇翻呢個世界再極端啲嘅各大部門、唔同嘅政黨嚟到促成嘅一啲政府，睇歐洲嗰啲國家，你就知道嘅情況幾咁嚴重。國防、外交同埋呢個國家嘅總統、總理，全部人講嘅啲可以全部唔一樣嘅，因為呢個多黨政府啊嘛，民主咪搞到咁樣咯。之後咧，我亦都會為大家講下基辛格先生係點樣睇低所謂民粹主導嘅民主，佢係完全咧不似呢樣嘢，佢覺得呢樣嘢係嚴重咁有問題嘅。喺72年訪華簽咗上海公報之後，佢了解到台省問題係唔可以攞呢張牌嚟到去同中國談判，因為呢張牌係唔掂得嘅。而佢喺之後亦都表示到，呢個世界咧將會進入一個年代，就係充滿咗挑戰，但係亦都充滿咗機遇嘅局面。千祈唔可以對抗，因為中美之間對抗，兩個國家都承擔唔起，甚至呢個世界局勢都承擔唔起。呢啲言論好似咧好形容詞，好模棱兩可，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去到2023年今日，其實我哋咧嘅感受係非常之深。估唔到有人咧喺50年前就講出啲咁嘅說話。咁尼克遜總統佢都係一個
有智慧、有遠見嘅總統，因為佢懂得用人，懂得用基辛格呢啲能人異士。但係就係因為佢太懂得用人呢，所以就踩到美國內鬥嘅問題。因為尼克遜要做嘢，佢要係行現實主義同埋戰略主義嘅，呢啲同美國嗰邊嘅民粹啊，中意攞道德高地嚟到指點江山嗰啲咁樣嘅塘邊鶴呢，係完全唔同嘅，所以令到國會非常之不滿。其實大家表面上睇起上嚟，1974年呢，74年嘅時候，尼克遜就因為門罅滲水事件啊，大家知咩事噶啦？嗱，呢啲詞語唔可以講得咁直白。門罅滲水嘢呢樣嘢咧，就令到佢拉佢落台。但係其實主要就係當其時美國國會根本就好唔中意尼克遜，佢平時做事嘅做法就係太多秘密嘅行動啊！嚟睇下基辛格訪華嘅鋪墊中美關係咧。嗱，我哋睇翻基辛格為咗鋪墊尼克遜訪華咧，此行咧係背後大有情報啊嘅秘密來頭嘅，有秘密訪華嘅促成。此後有好多關於外交嘅事務上面咧，佢都用秘密嘅形式，係尼克遜總統係咁樣嚟到進行，所以國會先至唔中意佢，要拉佢落台。咁但係我哋要知道佢哋嘅性格同埋行為咧，我哋就從呢啲行為嘅一致性可以睇得到，就係點解嗰陣時候佢哋唔可以俾國會，因為要經國會就有當其時大量嘅以道德高地行呢啲保守主義、價值觀主義，其實呢啲係虛無縹緲嘅嘢嚟嘅，同現實同埋建設同埋戰略係一啲好處都冇，純粹係有啲人攞住道德高地呢啲咁嘅虛無主義嚟到去指點點，導致諸事不順，導致無事可立。果然喺此後嘅美國亦都係墮入咗不停咁兩黨互相攞各自嘅意識形態嚟到相爭，導致美國停滯不前，民生同埋建設無事可立嘅局面。嗱，話說就喺尼克遜俾人拉咗落台之後，佢喺之前嘅嗰一年73年就做美國國務卿啊嘛。有之後嘅 Gerald Ford 福特總統咧，基辛格亦都係同時出任國務卿嘅。而直至到喺76年福特總統嘅連任失敗之後咧，咁佢先至離任。基辛格就翻返去大學嗰度教書。其實我覺得咧，喺大學教書咧，都一定要係呢啲咁嘅猛人先至啱嘅，先至能夠真正做到作育英才，而唔係有啲人唔敢出去社會實戰，就先係留喺大學度教書，將自己未能夠達成嘅自己嘅刺激諗法、偏激諗法、偏頗嘅諗法咧，就攞嚟影響學校嗰啲學生，導致佢哋咧亦都不切實際，好似香港嗰啲大學嘅情況咁樣。基辛格返大學教書，佢喺出任公務之前咧，佢亦都係大學教書，亦都同時間做政策嘅顧問。咁我一陣間就會講佢嘅前半一生，即係喺佢做呢個政策嘅研究之前咧，係個點樣嘅人生，導致佢日後有用智慧解決問題，而唔好主戰面對現實，唔好信埋啲不必要嘅意識形態同埋道德高地。呢啲心態係點嚟呢？我最後亦都會為大家慢慢解釋嘅。1985年嘅時候，就係列根總統上台，而列根總統當其時亦都將基辛格先生任命佢成為外交情報委員會嘅成員顧問。咁喺此後喺2000年、2001年至到打後嘅10年呢，基辛格都係同時間有呢個美國嘅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嘅顧問身份嘅。喺佢公職嘅生涯上面咧，最令人講得多咧就係喺佢2020年俾美國嘅特朗普野蠻地炒掉。當其時咧，基辛格喺2020年嗰時候佢已經97歲噶啦，因為咁德高望重嘅國防政策同埋外交嘅前輩，俾特朗普發洩式嚟到去炒掉，係對佢生涯嘅一種侮辱。所以呢樣嘢咧，令到好多人都去講。但係需知道呢個世界咧就有兩邊嘅聲音，喺另一邊唔支持基辛格呢啲現實主義嘅人眼中咧，有啲人係着重意識形態行先，自我感覺良好，要喺呢個世界找尋中蘇，成為敵人，妖魔化佢哋，然之後就自命正義，行呢啲政治能量，相信呢啲政治主義嘅人民咧，佢哋就會將基辛格妖魔化，就會視佢為咧呢個世界滿手鮮紅嘅人啦，話佢支持極權嘅國家，支持極權嘅國家，佢哋做埋啲嘢心狠手辣之事，所以基辛格自己亦都係滿手鮮紅咁話。所謂關公都有對頭人啊，基辛格到底佢生平是功是過呢？可能要喺美國真係行一啲完全
同佢老人家嘅建議違背嘅方針，導致美國一路千丈去到谷底嘅嗰一日，歷史先至會有公論。但起碼目前呢一刻都仲係有好多人呢，就現實主義嗰班，即係做實事嗰班呢，就會覺得基辛格嘅言論係非常之有參考性，值得學習同埋有啟發性。呢個世界有一班民粹主義嘅嗰班呢，就會非常之唔滿意呢啲基辛格嘅現實主義、現實戰略嘅人啦。而喺進入咗我哋嘅當今嘅世代，喺近呢10幾20年，亦都頻頻有啲所謂嘅美國嘅爆料啊，呢啲解密就係關於美國喺60年代啊、70年代、80年代做嗰啲咩情報工作，做嗰啲咩秘密任務，背後幾多呢？係有基辛格嘅身影同埋指揮喺裏邊嘅呢啲消息亦都爆出嚟。咁呢啲任務呢，就涉及好多嘢嘅，例如話喺越南嗰邊嘅戰線啊，或者印尼嗰邊嘅戰線，嗰啲秘密嘅部門做嗰啲咩戰略性嘅嘢，咁當中亦都好多喺軍事層面上面心狠手辣嘅嘢啦。呢啲嘢呢，就係美國嗰啲自我感覺良好、同理心泛濫嘅人群呢，就會指責基辛格係一個滿手鮮紅嘅人啦，背後好多暗任務啊，好多唔見得光嘅嘢佢都有份啊咁樣。但係其實到咗今時今日，我哋都好清楚一樣嘢，就係美國有幾多暗任務，大家都好清楚啦。例如話喺2013年就鋪墊，直至到2018年先至夾走孟晚舟嘅呢啲咁嘅行動啊，咪係暗任務之一咯。美國幾時係唔需要暗任務噶？至於媒體會唔會同你大肆鋪張咁樣嚟到指罵煽動呢？亦都係睇你美國邊個當家嘅，係同美國嘅內鬥有關。所以講到呢度，我暫時俾個小總結大家，就係基辛格佢好喜歡美國，因為咧佢細個係為咗逃離喺德國嗰邊嘅冷酷無情嘅慘況而去到美國嘅。當其時大家知道德國發生咩事噶啦，基辛格係一個猶太人，嗰陣時候就俾德國人咧嗰啲刺激民族主義就欺負得好慘，所以佢從來就唔相信民粹煽動呢樣嘢，佢亦都係恨之入骨，佢亦都係嗤之以鼻對呢樣嘢。因此邊個人嘅政治能量係行呢啲民粹主義煽動無知大眾嘅情緒呢，佢都係不齒嘅。呢啲嘢根本同建設無關，同經濟民生安穩無關，純粹係一班人喺度哭鬧。喺佢眼中係咁樣形容基辛格。喺佢離開之前，我相信佢最大嘅遺憾就係中美之間嘅關係勢成水火，睇嚟仲未有好轉嘅苗頭。就算有習敗再會，相信以佢老人家嘅智慧，佢都好清楚呢個習敗再會純粹係拜登想保持佢2024年呢大選呢唔好節外生枝，所以先至係同中國有階段性嘅和談啫。但係中美之間針鋒相對，應該係話美國嘅單邊針對咧，呢個局勢睇嚟喺不遠嘅將來都見唔到噶啦。可能因為咁，基辛格先生呢位老先生就冇眼睇，咁走先。身為曾經擔任過情報、外交、戰略、軍事嘅佢，睇得好清楚美國當家嘅嗰一班猶太人勢力。雖然佢自己都係猶太人，但係唔代表每個猶太人都係主戰同埋有呢個民族主義㗎，唔代表㗎。除咗基辛格之外，你話愛因斯坦就唔會有啦，因為佢啲智慧高嘅人呢，就唔會有呢啲咁嘅復國主義啊，刺激針對全世界同全世界為敵嘅主義咧，呢啲咁不良咁冇智慧嘅行為咧，佢哋係好不齒嘅。佢睇得好清楚，就係美國嘅軍工企業同埋猶太人嘅勢力咧，已經泛濫導致美國咧就推向一個咧不歸路。呢個應該咧就係佢離開之前最大嘅遺憾。雖然咧阿基辛格先生晚年嗰陣時候咧就人咧去到100歲啦，佢聽力咧就有啲影響，有隻眼咧就唔好睇得到嘢，甚至咧個內心心臟都做咗好多次嘅 operation。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佢喺7月訪華嗰陣時候咧，就精神奕奕，亦都同我哋嘅領導人高談闊論，好開心。咁當然啦，重遊故地佢梗係非常之開心。話說我哋中國嘅待客之道咧，一定係呢個世界頂班嘅，又係你嗰啲西人咧望塵莫及。係佢哋永遠咧唔會做得到。我哋特登安排咗喺當日7月嗰陣時候咧，點解要揀7月？唔係因為唔喺佢正日5月嗰度嚟到慶祝，而係正日咧喺紐約駐美嘅大使謝鋒已經慶祝咗啦。7月咧就係慶祝佢1971年7月嗰陣時候被訪中國嘅呢個月份。呢個咁代表性嘅月份咧，我哋揀翻喺北京嘅釣魚台國賓館嘅5號樓嗰度嚟到去慶祝佢嘅生日。呢個地方亦都係當年
喺50幾年前咧，佢下榻嘅地方嚟嘅。而當日為咗同佢賀壽，就喺我哋嘅迎賓桌上邊、飯桌上邊咧，用咗好多用我哋中國嘅工藝藝術鮮花拼砌成嘅一幅中國式嘅卷畫，裏邊有山川、有河流、有草地、有草原，最緊要咧就係當中有條五孔橋喺中間。五孔橋咧就代表溝通嘅橋梁，代表中國同埋美國嘅友誼咧能夠綿長，成為100年嘅好友。而除咗個五孔橋，亦都同時對國賓館嘅嗰幅壁畫咧，嗰兩條橋咧嚟到互相呼應，一條就係中美之間嘅溝通橋梁，另一條就係中國同埋基辛格先生嘅友誼嘅橋梁啦。跟住喺壽桃上面，大家都記得啦。當其時有個壽桃，大大個壽桃啦，隔離仲有9個小壽桃，加埋嗰個大壽桃咧，就剛剛好咧，就10個壽桃。壽桃啊剖開嘅時候咧，裏邊仲有小壽桃流出，總共咧就100個壽桃嚟到同佢賀壽。喺桌上邊工藝品有松鶴延年，有南山嘅壽星公，有如意，呢啲咧都係賀壽啊！我哋中國人賀壽必備，淨係我哋捲餐巾嘅嗰啲配飾，都係中國嘅成結藝術，用埋檀香嘅木葫蘆，等佢可以帶翻屋企嚟到收藏。甚至喺迎賓館食嘢嗰個地方隔離嘅擺放嘅一啲古董，都大有來頭。係乾隆年製嘅景泰藍大香爐，上邊咧有獨特嘅雕花。嗱，基本上咧牆上邊每一個古董咧，佢嘅雕花都特登挑選係同壽桃啊、壽桃紋啊有關，同賀壽有關啊嘅紋理嘅雕花嚟到去擺放嘅。我哋中國有句說話叫做，亦都當其時喺7月嗰陣時候咧，變成咗新聞嘅頭版，就係當基辛格嚟到訪華嘅時候，第100次朋友嚟到就有好酒招呼，豺狼嚟到咧就準備獵豹。嗰陣時候咧就講得好流行嘅呢句說話。而喺菜式嘅安排上面咧，就特登揀選咗當年72年基辛格先生同埋尼克遜總統訪華嘅時候嗰幾道菜，特登要拎翻出嚟到表示我哋中國係幾咁念舊，勾起佢往日嘅情懷。當然就係北京填鴨啊、西湖醋魚，同埋有其中嘅大蝦兩味、大蝦兩食。呢個就係表示咗我哋中國嘅待客之道。基辛格先生嚟到係由上賓嘅招待，即使佢冇公務在身，佢冇職位，我哋中國咧亦都絕對唔會怠慢。所有領導層咧亦都同基辛格有呢個正式嘅會面。1923年出世嘅基辛格，5月27號出世。佢出世嘅地方就係德國。當其時德國係面對緊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情況，就係刺激嘅民族主義。為咗逃避當其時嗰啲納粹人分子嗰啲刺激民族主義嘅人咧，佢喺1938年嘅時候，即係10幾歲嘅佢就要避咗去美國，因為佢咧就係德國嘅猶太人嚟嘅。細個沉默寡言，但係咧智慧非常嘅佢，去咗美國呢個地方咧，就感受到呢個地方係可以變成樂土，因為美國當其時諗住行緊嘅主義，應該就係一個能夠建構唔同種族之間能夠和平共處，能夠一齊共創美夢嘅樂土。所以佢係崇拜美國，佢係會為美國嘅主義嚟到效勞。佢係極度唔希望美國係走歪咗條路，表面行嗰套，底裏咧行咗另一條歪路。佢係最不樂去見到嘅。佢係現實嘅人，着重於戰略同埋現實嘅考慮。佢唔會考慮啲多餘嘅意識形態主義。所以呢樣嘢咧，令到好多行民粹啊、行意識形態、行立場嘅嗰啲政黨同埋人士咧就好不滿。基辛格佢奉行嘅係自由國際主義，就一定要考慮到國家嘅發展同埋利益，而唔係考慮到嗰啲不必要嗰啲意識形態。喺20歲嘅佢成功成為美國嘅公民，佢又參與呢個二戰。佢當其時就入咗84步兵師嘅一個反情報部門，因為識得德文嘅佢咧，亦都加入咗呢個德文嘅翻譯，主責咧就係反情報工作。佢當其時曾經咧係協助駐德國嘅美軍喺嗰度進行咧反情報工作嘅。而好快去到30歲嘅佢咧，喺佢離開咗軍隊之前，佢甚至仲喺北約嘅反情報學校裏邊咧做過教官添。離開咗美軍之後，佢就去到哈佛嗰邊嚟到去讀書。1950年至到1954年喺4年間，
佢由大學學位讀到碩士，再喺54年咧讀到博士。佢主修政治，佢決定留翻喺學校咧嚟到去繼續去教書，作育英才。冇幾耐佢就被政府邀請成為美國嘅外交政策嘅顧問，去開始提劃政策嘅工作啦。就係因為咁樣，佢就踏上咗從政之路，亦都喺1969年，即係尼克遜上任嘅嗰一年咧，成為咗國家安全嘅顧問。佢好珍惜佢喺中國嘅功績。話說咧，大家如果仲記得就係毛主席曾經同一個人握手握到唔捨得放手嘅咧，呢個人啊就不是別人，就係基辛格先生啦。基辛格佢人生係5次同阿毛主席嚟到見過面嘅，佢亦都喺2015年初次同習主席嚟到去見面。作為一個平民，當佢冇公職嘅時候，佢都曾經得獎。佢得到喺平民77年嗰陣時候嘅最高嘅自由勳章。咁當然咧，之後喺85年嘅時候，佢又再次有翻公職啦，就係列根總統嗰陣時候揾佢做情報同埋外交嘅顧問工作啊嘛。喺佢任內嘅時候，亦都因為喺越南嗰度曾經勸和促談，想結束嗰度嘅戰事，而得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但係當其時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有多少爭議，因為好多人就講到嗰度嘅戰事都未完，嗰度嘅情況仲好有爭議性。嗱，好多人咧就會攞基辛格喺在任嘅時候有好多暗任務有好多對外嘅戰略，明面同埋暗面嘅嘢咧，喺咁多年後拎出嚟講嚟去批評呢個人。我自己睇嘅咧就係其實對基辛格佢一路以來嘅走條路就好簡單，係冇錯，佢係效力於美國，佢係會為美國爭取利益，但係佢就唔希望見到呢個世界咧就發動戰事嘅霸權，因為咁樣咧就只會令到全世界咧集體嚟到將美國孤立。呢樣嘢係應驗咗嘅，佢嘅預測係應驗咗。去到今年2023年，呢個世界急轉直下，美國越嚟越被孤立，呢樣嘢係真係發生咗。基辛格佢係企美國嗰邊，但係佢亦都企中國呢邊，因為佢覺得呢個世界係容得下中美兩個國家，千祈唔可以鬥兩個大國嚟到去維護呢個世界嘅局勢平衡咧，反而先係佢樂於見到嘅呢一個咁嘅局面。佢覺得咁樣先至係為之安穩，呢個人類嘅未來先至會繁榮同埋有發展。佢生平咧就有好多著作，出名嘅咧，例如話喺2000年有一本叫做美國需要對外政策、外交政策嗎？然後咧，亦都有我剛剛提到嘅《論中國 on China》，呢個係美國尤其是要同呢個對華業務對華事務有關嘅政客必讀。呢本書就係講緊係自從中國自從呢個福壽高戰事以來，中國係點樣喺外交層面上面慢慢改變佢嘅方針，去到毛主席，去到鄧小平以嚟，中國嘅外交係點樣慢慢嚟到去演進。書裏邊亦都有提到關於基辛格先生同毛主席同埋鄧小平來往交手裏邊嘅心得。裏邊講到，即係好耐以前佢已經講咗噶啦，中國崛起係必然嘅，呢樣嘢係冇辦法去阻止得到。中美係唔可以有衝突，因為此事關係到人類嘅興衰發展。如果大家喺佢出書嗰個年代咧，講呢3樣嘢咧，可能好多西方嘅人咧都唔會信，香港好多不肖子更加是自鼻添。但係去到今時今日2023年啦，大家一定感受良多，對基辛格嘅遠見同埋預測咧，一定感到驚嘆嘅。而佢基辛格先生最後嘅人生最後嘅著作咧，就係呢一本叫做《基辛格論基辛格》。呢本咧係佢口述嘅著作，將會喺上海度出版。而裏邊咧就係講緊基辛格同埋一位資深嘅外交官Winston Lord 嘅一個對話，所關係到嘅題目就係關係到任何關於外交呢個世界嘅大戰略同埋領導力嘅話題。裏邊有講到基辛格回顧佢一直以嚟任內所做嘅所有事，佢出任國際安全事務嘅助理開始講起，到中美嘅建交，當其時佢點樣同蘇聯嘅領導人勃列日列夫嚟到去進行談判，成功昆到蘇聯嗰度軍備嘅控制，大家記唔記得呢個就足見基辛格嘅談判藝術。呢本將會係唔單止一種回憶錄，係佢唯一口述，亦都係基辛格先生自己講到，係將會成為教材，希望教世人咩叫領導力嘅藝術、談判嘅藝術、外交同埋政策嘅藝術喺邊度。咁所以呢本書喺上海嗰度會出版，叫做《
基辛格論基辛格，售價咧就62蚊人民幣。話俾大家聽，我一定會去上海嘅時候咧買本嚟到去學習一下嘅。以至到而家世界嘅局勢，邊個最早啊曾經喺70年代嗰度覺得以色列需要同阿拉伯嘅世界要打返好啲關係，唔可以再擘到咁僵，亦都係基辛格先生。70年代佢亦都嘗試去促使以色列同阿拉伯嘅世界打返好啲關係。佢知道咁樣落去係唔得嘅。咁當然去到今時今日，大家知啦，咁樣落去就真係唔得。終歸有日咧，嗰啲伊斯蘭教徒阿拉伯世界都會群起而攻之。果然又係俾阿基辛格先生預料到分毫不差，就發現咗原來咧，以色列有幾惡都好，點樣喺背後有美國嘅背書都好，只要你係盲目咁樣野蠻，對巴勒斯坦人心狠手辣，對伊教教徒唔尊重嘅話咧，都會群起而攻之。嗱，咁如今最新嘅消息咧就係關於呢位老先生嘅離去咧，會喺佢自己屋企嗰度會舉辦一個莊嚴而且低調咁樣喺佢屋企背後嘅莊園度嚟到去陪佢走最後呢段路。咁至於追悼大會咧，就會喺紐約嗰度嚟到去進行。相信駐美嘅大使謝鋒到時亦都會出席。咁今日咧呢一集主要咧就係講基辛格回顧佢一生嘅功業，回顧佢嘅所有成就，佢嘅所有言論對呢個世界後世人嘅影響同埋啟發，對未來局勢嘅分析同埋預測。我最記得咧就係基辛格先生有一句說話，就係好破格咁樣講：做美國嘅敵人就危險，做美國嘅盟友咧就更加危險。可能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世界終於去到2022年、23年啊，俄魯烏仔戰事同埋巴爾之戰咧，大家先至去到今時今日先至體會得到。如果早啲聽基辛格老先生嘅建議同埋佢嘅言論嘅時候啊，有可能我哋都可以避免好多不必要嘅冤枉路。呢個世界冷酷無情、流離失所嘅人都可能會減少好多。唔知佢嘅離開會唔會令到大家覺得多啲要抄翻佢以前嘅著作同埋佢分析同埋預測，喺裏邊揾下邊啲係寶，好好參詳一下，對日後嘅發展同埋對民生帶嚟嘅和平穩定同埋繁榮呢，可能係有妙不可言嘅功效。咁係咪可能係之所以係咁，我哋中國一直以嚟對基辛格老先生珍而重之，我哋中國發展得咁快，有幾多啊？亦都係因為我哋係唔會不聽老人言，而導致好似美國咁吃虧在眼前呢。我今日嘅分享呢，暫時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二日嘅行程。第二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
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裡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游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靈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嘅，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
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涉原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
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呢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嗱，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窄巷子。喺呢度咧，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咧效果非常之出眾噶。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咧，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咧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嘅。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噶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噶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嘅。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
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你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㗎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請大家點擊訂閱、讚好新潮文嘅頻道，新潮文 2.0 頻道。儘管喺我哋嘅留言區度留言，抒發己見，同埋最緊要將我哋嘅片段廣傳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都請大家多多關注。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多謝。